大家好，我是橘子，欢迎来到三餐四季。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挑一种味道来代表幸福，我猜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刚出炉的面包。清晨上班的路上，或者黄昏散步，经过街角一家面包房，飘出来的气息总能精准地击中我们。那是麦子烘烤后的焦香，是黄油融化时的醇厚，再掺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糖甜，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拽着你的衣角，把你往店里拉。推门进去，货架上一排排金灿灿胖嘟嘟的面包，外皮微微龟裂，内里蓬松的像棉花糖，光是看着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现在大部分面包店都喜欢挂一块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当日现烤，绝不卖隔夜。我们掏出钱包的时候，心里也默认了这件事儿，花了这个价买到的一定是今天最新鲜的出品。可是不知道细心的您有没有留意过一个特别矛盾的画面？晚上9点10点，面包店马上要关门了，灯光都暗了一半，可货架上还是密密麻麻摆着一大片。除了几个人气爆款被扫光，剩下的品种起码还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存货，静悄悄地躺在那里。这时候脑子里就会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成百上千个卖不掉的面包，到了第二天清晨，他们都去了哪里？真的像商家说的那样，全部倒进了垃圾桶，还是被拉到什么地方统一处理掉了？又或者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衣服，重新化了个妆，悄悄回到了我们的餐盘上？这个疑问在我心里搁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靠谱的答案。直到不久前，我碰上了一位老朋友，他叫阿豪，在一家名气不小的连锁面包品牌干了整整5年，从最初揉面团的学徒一路做到后厨主管。就在几个月前，他毫无征兆地递了辞呈，收拾行李回了老家。有一回我俩坐下来喝酒，我顺口问他怎么突然不干了，他放下杯子，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橘子，做面包本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手艺活，可是在后厨待久了，见多了那些把剩货变成新品的招数，我心里真的过不去。有些面包是我亲手做的，但我自己都不敢拿回家给孩子吃。就是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替我打开了面包店后厨里那扇一直紧闭着的门。阿豪跟我说，那些没卖掉的面包，命运并不是一刀切的，他们会按照剩余的状态、品种和数量被分成3、6、9等，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一部分确实被处理掉了，但还有一部分通过一种普通消费者根本想不到的方式改头换面，重新流回了货架。今天橘子就把这些行业里没人愿意公开聊的内幕一五一十的掰碎了讲给大家听。尤其是阿豪反复叮嘱我一定要说清楚的3类面包，它们是2次加工的头号重灾区，表面看着光鲜亮丽，底子可能早已不再新鲜。如果您或者家人平时习惯买面包当早餐、当下午茶，那接下来的内容请您务必耐心看完，学会辨别之后，就能稳稳地绕过那些看不见的坑，真正吃到放心的好面包。在正式盘点重灾区之前，我们先把隔夜面包的几条常规出路理清楚。阿豪说，正规的大型连锁店一般有3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最理想的，叫报废销毁或者转做饲料，这主要针对带奶油、鲜果、肉类的品种，因为它们的保质期特别短，隔一夜细菌就会呈指数级爆发，口感也会彻底垮掉。品牌方为了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会先把外形破坏掉，然后当湿垃圾清运，或者低价卖给周边的养殖场当饲料，这是最有良心的做法。第二种叫打折促销加内部消化，很多门店到了晚上8点以后，会搞买1送1或者3个10块钱的限时活动，想方设法把库存清掉。如果到了关门还剩下一些，第二天就当员工福利让店员自己吃，或者送给附近的环卫工人、社区福利机构，这也算是一种不浪费的善举。然而这2条路都意味着白花花的亏损，
商家是要赚钱的，如果每天晚上都要扔掉几百个面包，成本早晚会把利润吃光。于是就有了第3条路，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掀开盖子的那条路，回炉重造。简单来说，就是把那些还没有变质，只是口感变差变干的基础面包，通过2次加工的方式包装成一个全新的产品，再以正常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在后厨的行话里，这叫拯救损耗。但站在我们花钱买东西的人的立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以次充。好，那到底哪些面包最容易是这种回炉货呢？阿豪给我列了3样，每一样他都讲得非常仔细。我整理之后分享给大家，以后进店的时候多留个心眼。第一类重灾区，摆在收银台旁边，切成薄片，烤得金灿灿的面包脆片，比如蒜香法棍片、黄油吐司干、焦糖摩卡脆。大家在面包店结账的时候一定见过这种小零食，一小包一小包整整齐齐排在篮子里，切的薄薄的面包片上刷着亮晶晶的黄油，裹着粗粒白砂糖或者蒜香粉末，烤到两面焦脆，拿起来咬一口，嘎嘣响，奶香扑鼻，特别讨小孩子和年轻人的欢心。关键是价格还挺贵，巴掌大一袋就要10几块。可阿豪告诉我，这东西的前身10有8九就是昨天没卖出去的法棍和吐司。原理其实很简单，法棍和吐司属于主食型面包，最大的弱点就是老化速度极快。刚出炉的时候外壳薄脆，里面柔软的能拉丝，香气四溢。但只要搁上1个晚上，水分大量蒸发，淀粉链重新结晶，整根面包就像石头一样，又硬又涩，嚼起来满嘴渣，根本没法再以新鲜面包的名义出售了，直接扔掉太心疼。怎么办？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切成薄片，表面抹一层厚厚的人造黄油或者麦淇淋，再撒上大把白砂糖或蒜粉调味，推进烤箱，用低温慢慢烘。这一烤，2个问题同时解决：一是残余水分被彻底抽干，面包从硬变成了脆，巧妙地把老化的口感伪装成了酥脆的卖点；二是厚重的糖和油脂在高温下释放出浓烈的香气，把面包因为放置过久而产生的那股陈旧的氧化味压得死死的。就这样，原本咬不动没人要的隔夜硬面包，华丽转身成了包装精美的法式烘焙脆片，身价反而比它新鲜的时候还高出一截。公平地说，只要没有发霉，吃了不会马上拉肚子。但从营养的角度看，这东西几乎就是糖加坏脂肪再加反式脂肪酸的组合拳，热量高，营养低。更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我们明明掏了买精品的钱，拿到手的却是处理品，这笔账怎么算都亏。第2类重灾区，表面铺满肉松，挤满沙拉酱，或者夹着厚厚馅料的三明治和调理面包。早上赶时间，很多人会顺手从冷柜里抓一个3角三明治，或者拿一只铺着满满一层金黄肉松，拉着蛋黄酱丝的咸面包，看上去馅料扎实，性价比很高。但阿豪说，这类产品恰恰是消耗隔夜吐司和隔夜餐包的主力选手，这里面藏着一个业内都心知肚明的技术细节：做三明治，隔夜吐司反而比新鲜吐司更好用。新鲜吐司刚出炉的时候含水量太高，组织太软，一刀切下去容易歪歪扭扭不成形。加进去湿漉漉的生菜和番茄片之后，面包体很快吸水变烂，卖相和口感全毁。而放了1夜的吐司，水分自然散失了一部分，结构变得紧实有韧性，切面平平整整，也能稳稳地托住，馅料不塌。所以不少面包店会故意把当天卖剩的白吐司留到第2天一大早，切掉4边硬皮，做成精致的三明治。这个操作本身还算合理，问题出在掩盖不新鲜的手段上。有些商家为了让消费者吃不出面包体的陈旧感，会疯狂的挤廉价沙拉酱。那种便宜的蛋黄酱本质上就是油脂和添加剂的混合物，热量高的吓人，
味道却足够浓烈，完全盖住了面包本身的风味。更过分的是肉松面包和火腿芝士面包的操作。如果前一天那种简简单单没有任何馅料的小圆甜面团卖不动，第二天师傅就会把它对半切开，或者在表面刷上蛋液，堆上厚厚一层肉松，再挤满沙拉酱，推进烤箱快速复烤一遍，有时候甚至不烤，直接套袋上架。因为肉松和酱料的味道实在太强势了，消费者咬一口满嘴都是调料味，根本察觉不到底下那个面包胚已经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产物了。阿豪教了我一个小窍门，买这类调理面包的时候，如果发现面包体咬起来特别干，一捏就碎成渣，像嚼木屑一样没有弹性，只有表面那层料有味道，那十有八九就是回炉货，放下就走，别犹豫。第三类重灾区，也是阿豪认为最隐蔽、操作最猛的一种，那些切成小块的面包布丁、巧克力挂霜、面包球，以及各种散装的巨烤甜点，这一类在行话里有个外号叫弗兰肯斯坦面包，拼凑起来的怪物。逻辑是这样的，一天下来店里会剩下各种各样的面包，口味不同，形状不同，有的剩半个，有的剩几个，零零散散凑不齐一个品种。怎么办？有些师傅会把它们全部切成小方块，不管是牛角包、丹麦酥、甜甜圈还是老面欧包，统统切碎扔进一个大盆里，然后调一盆淡奶液，用牛奶、鸡蛋、糖和淡奶油搅匀，浇到碎面包上面，让这些干硬的块状物像海绵一样把液体全部吸进去，变得湿润绵软。最后在顶部撒一把杏仁片、葡萄干或者巧克力豆，送进烤箱，烘到表面金黄微焦。出炉以后就是一盘卖相极好的英式面包布丁或者法式焗烤甜点，所有面包碎块已经彻底融在一起，你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也吃不出它原来的味道，入口只有浓浓的淡奶香和焦糖甜。还有一种更粗暴的操作，把隔夜面包切成大拇指大小的块儿，直接丢进融化的代可可脂巧克力浆里，滚一圈，裹上厚厚一层棕色外壳，冷却之后就成了所谓的巧克力脆皮面包球。对商家来说，这类产品的利润高得离谱，原料几乎零成本，全是本来要扔掉的废料，随便淋点淡奶液或者蘸点巧克力浆，立刻脱胎换骨，卖出比新鲜面包还贵的价格。但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这种东西的健康隐患反而是三类里最高的。首先，它是用好几种剩余面包混在一起做的，你完全不知道里头掺了什么成分，过敏源根本无法追溯。其次，那些剩面包在后厨存放的过程中有没有被交叉污染，有没有滋生细菌，全凭师傅的良心。而淡奶液本身就是细菌的温床，如果烘烤温度不够或者时间不足，微生物残留的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大量的糖、奶油和巧克力涂层，这类面包的热量通常是普通面包的2到3倍，堪称隐形的热量炸弹。好，重灾区盘完了，听起来确实让人有点焦虑，但也别太慌。接下来橘子结合阿豪多年的实战经验，给大家总结4条简单好用的挑选法则，学会了，走进任何一家面包店都能心里有底。法则1，买素颜款，不买浓妆款。想吃真正新鲜的面包，尽量挑那些不化妆的品种，比如原味法棍、全麦大列巴、基础白吐司、朴素的盐可颂。这些面包没有馅料，没有厚重的酱汁和装饰，表面干干净净，任何一丝不新鲜都会通过口感和气味第一时间暴露出来，商家很难在他们身上做手脚。所以敢把基础款放在货架上的，通常底气都比较足，新鲜度有保障。反过来，那些里3层外3层裹满了料的花式面包，越是打扮的花枝招展，越要多打一个问号。法则2，用手侧回弹，别光用眼睛看颜色。拿起面包之后，隔着包装袋或者用夹子轻轻按压一下面包侧面。如果是当天新鲜出炉的，面包体内部水分充盈，气孔饱满，弹性非常好，
手指一松，它就迅速鼓回原样。如果是隔了夜或者是冷冻解冻过的，水分已经跑了一大半，淀粉也回身变硬，按下去很容易塌，回弹速度明显迟缓，甚至直接留下一个直硬坑。总之一句话，手感发死，按下去不回弹的面包，不管外表烤得多漂亮，颜色多金黄，直接放回去。法则3：一颠二闻，轻重和气味不会骗人。两个体积差不多的面包放在手里颠一颠，重的那个一般更新鲜，因为它的水分还牢牢锁在组织里。轻飘飘的那个，说明内部的水分已经大量蒸发，大概率不是今天的货。颠完之后再凑近鼻子闻一下，新鲜面包散发的是一股柔和的天然麦香，混着淡淡的酵母发酵酸味，闻着很舒服。如果你闻到的是一阵冲鼻的香精味，过于浓腻的人工奶油味，或者隐隐约约有一丝哈喇味，那是油脂被氧化后的标志。性气味就说明这个面包要么放太久了，要么添加剂下得太猛了，果断换一个。法则4：观察扎口绳和标签贴纸的颜色暗号。这是阿豪教我的一个冷知识，特别实用。很多连锁面包店为了内部管理方便，会用不同颜色的扎口绳或者标签来区分生产日期。比如周1用红绳，周2用蓝绳，周3用黄绳，以此类推。虽然每家店的配色方案不完全一样，但规律是通用的。下次你站在货架前，留意一下同一种面包的扎口绳颜色。如果清一色都是同一种颜色，说明它们大概率是同一天生产的，放心拿。如果你发现里面混着1、2个不同颜色绳子的，那很可能就是前一天甚至更早的遗留品，被悄悄混进了新货堆里。一样的道理，标签贴纸如果有色差或者字体不一致，也值得多留个心眼。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工具，站在货架前扫一眼就够了，简单却非常管用。面包本来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最朴实也最温暖的食物之一，一块好面包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满满的能量，踏实的幸福感，而不是套路和隐患。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家面包店都做到100%完美，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辨别能力，用脚投票，用选择去推动行业变得更好。希望今天橘子分享的这些来自内行人的经验，能帮你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下次再走进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笑着绕开那些回炉重造的坑，从容地为自己和家人夹起那块真正新鲜、真正健康、真正充满诚意的面包。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有用，请帮橘子点一个赞。你的每一次点赞都是我继续深挖、继续分享的最大底气。也恳请你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爱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让他们也学会这几招，少踩坑，多吃好。最后，橘子在评论区等大家聊一个问题：你平时买面包最爱挑哪一种？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咬一口就觉得不对劲，口感特别干硬，怀疑是隔夜的经历？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故事，咱们一起交流。我是橘子，一个用心守护你餐桌安全的生活侦探。我们下期再见。